哎，你有叶琳娜电话吗？啊，有。叶莲娜，这这弗拉基米尔，嗨，两口子，找着一个不就找着另一个了吗？他俩离婚了。离婚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？我要知道为什么，还跟你要电话。真离婚了？哎呀，那这有意思了。那2个孩子怎么办呀？叶琳娜在北京有其他朋友吗？应该有吧。我们上回在莫斯科的时候，他和一个毛总老通电话。毛总？哪儿的毛总啊？这我没问。你不上次说贸易不好做，咱们做最后一次，我就没在意。你问这些干嘛呀？就随便问问。我跟你说，你把程红的车收回来，让他在家好好休息。我的孙子比钱重要。这个侯魁，有了孩子，我满以为他会坚持姓他的姓，最后姓蔡了。早知道经理这么好说话，那当初就应该姓我的姓，姓你的姓也行啊。哎，甭，甭姓我的姓啊！你就踏实的等小军吧。等他们2口子生完了，第一个姓范，第2个我让他姓陈。现在是独生子，你让他们2个投资移民不得了吗？这个办法好啊，移民加拿大、澳大利亚都能办啊。好办法。徐慧珍，你跟我说的和叶莲娜在北京做生意的那个人，好像姓毛，在哪儿呢？哎，我听这电话里怎么有电钻的声音啊？别墅？哪儿的别墅啊？哎呦喂，你什么时候买别墅了呀？哎，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？你这是要造反了是吧？等着我，我去看看。我把这哪弄完了，我也进去。行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直接来办公室找我就行，好吧？说定了啊。好，没问题，一会儿见。不要做贼。大姐，你别弄我呀，我有私事儿。说。我想知道你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想去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要回趟美国。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跟国强安排桌，我把你安排在第1桌。我的亲妹妹，我谢谢你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这找李春燕，你可还剩下2天时间。我找着了。那人呢？大姐，我姨妈说她知道这件事儿了。她说你大姐要是再问你，你就让她问我。我不追究小夏过去的失误。哎呀，行啊，小夏，
现在学会走关系了。这既然董事长都发话了，那我就不追究你了，回去继续当你的总经理吧。其实我知道，大姐也不追究我，知道就好。行，那我走了。走吧。大姐，等你从美国回来，我专门请你和我大姐夫喝喜酒。好，我们俩一定喝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要我说你啊，一辈子就是干活的命。没错，我就是干活的命啊！我干活我锻炼身体啊。走啊！吃点黄瓜给我带带。不是，我看你要我。走。几间房楼下3间，楼上4间，6个女儿加上你们俩，一塔家族。参观参观，我们主卧室啊。和和美美，团团圆圆，其乐融融。你们这2口子是一唱一和，让人羡慕嫉妒恨呢。哎呀，这吃别人嚼过的馍啊，不香。照我说呀，咱家人少，买这么大房子浪费了，在公司附近买个公寓。哦，我儿子跟你说啊，其实你也不用舍近求远的，公司离不开你。住别墅啊，需要心境。接着参观。照你说的办。说的对。哎呀，说这个干嘛呀？我巴不得他离公司远点呢。走吧。
对了，慧珍啊，这四合院留着干什么用？你还没告诉我呢。家庭文化馆呢？哎，这画我得拿回来。哎呦，坏了！我刚让司机送走了。您看看，嘿，合着你们不把我这画骗到手，你们是不会告诉我的。正是。哎，我给你透露一个信息，咱们把它扯平了啊！我今儿早上去了一趟古玩市场，还真像牛爷说的，有漏可捡呢。哎呦，淘到好货了，要不要去看看？不看了，这便宜都让你一个人给占了。我知道你是想气死我。老范，走了，回家了。赶紧去弄一大的来啊！哎呦，你们家这大菜园子慢慢收拾啊！甭闲着，现在菜全有了，继续干活。你管我们家老菜的，不送了啊！留步啊！其实啊，他就不想买，一是他没有那么多周转资金，是，这不是刚借了200万吗？还有呢，他不想离公司那么远，对公司失去控制。我看范媳妇刚才呀，为他说的话后悔了。真的，你看出来了？看出来了。哎呦喂，你说这两口子，一路上你就没个笑模样。你要心里实在不舒服啊，咱索性再来一套，不就是钱吗？来，喝点水。是不是前2天还有一外地老板到咱们销售部去，说想提前购买10套房子，让你给优惠一下，你不是没同意吗？炒房的，我能便宜他？是，话是这么个理儿。但是现在呢，这南方的、北方的都上咱北京来买房了，还是光看不买的人多。你也甭郁闷，徐慧珍这2年呀，就是点儿正，干的是比咱们强点儿，这不是吗？刚开发了房地产，又盖了一座4星级的酒店，据说又拿下一块地。又拿下一块儿？嗯，绝对准确。新挖来那销售部经理告诉我的，20万平米。20万？嘿，20万，行，不知道吧？真行。啊，我说徐慧珍这人，她做事太缜密了。你看她所有的项目是不是都做成了以后才告诉你？你自个儿想想，啊，她完了成天跟你这儿，姐姐呀、妹妹呀，哎呀，这好话全是她一个人说，到了就开始在你面前炫富啊！你说今天这样的，哪回不把你气得够呛啊？哎呀，我就这2天呀，我也在想啊，我一直寻思，我说，咱们能让他给落下吗？啊？我想来想去啊，你说咱这所有的项目，这徐慧珍提前就知道，啊，哎，这话我本来也不爱说，也不应该说，但你说话又到这份上了，我要再不说的话，是不是不合适？你就是说，侯奎是他女婿，公司的事儿都是他给透露的。难道不是吗？他现在不在公司了。是啊，咱公司也没秘密了。哎呀，我之所以想把那楼盘尽快脱手啊，就是想干大的，然后找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合作。你知道，这个资金它得运转起来才可以赚钱。你看咱现在把这钱全压在工程上面，它转不动。你的意思是全部脱手？你要不愿意的话，其实是卖一部分也成。关键是得抓新的项目，要不咱啥时候能干起5星级酒店呀？小军的意思吗？这就是小军的主意。哎，一会儿开会啊，
你不要过于主张楼盘脱手啊，要不然你妈会怀疑你。其实你妈的工作我已经都做通了，只是现在还在掂量。如果这次会议啊，咱们通过第2套销售方案，你就让人暗中下手收购楼盘，房地产市场肯定看涨。爸，那别墅还买吗？买什么呀？我现在动员他买套公寓，比那别墅还棒。关键是啊，离公司还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么这天天没上班没下班的，在公司盯着，都给我累够呛。我妈跟没事人似的，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干劲。这套规矩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。什么价呀？再转转啊，没关系的啦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交个朋友好啦。还有便宜的，我们再看看啊，不急不急。黄的。黄的。啊，刘爷。您要是要，我不给你争啊。是啊，大老远的从南到北，牛爷一路上净照顾咱们。是啊。错，慧珍啊，你说我这把年纪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我是喜欢，但是我说心里话啊，你们看得起我，带我出来玩来，我就高兴啊。哎呀，您说错了，这古玩和家具上，您不在我一个都不敢买呀。谦虚，不过我爱听啊。行，您不要我可就下手了啊。玄武啊，哎，再慎他2天，再砍他一下，他准出手。上车吧啊！来来来。据我所知啊，目前有3家在争这块地，咱们是第4家。条件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咱有没有这竞争力啊。我都摸了一下底，只有1家能跟咱们争，但也不是实力，是他们跟地主的关系硬。哟，哪家啊？小小，没听过呀。我也是听他们厂留守处负责人说的，说这家公司的老板和他们厂长都吃好几回饭了。老板姓什么呀？那不知道，感觉还挺神秘这么一人。不管什么情况，力争拿下。行，我试试看。进来。爸，我妈没过来。你妈让新房子吸引住了，在家收拾古董呢。说要等徐慧珍回来啊，给人炫耀一下。爸，我刚从工厂回来，那边又插进一新公司，您猜是谁？千万别是徐经理的公司啊！正是。那这就有麻烦了。没事儿，我刚才来一快刀斩乱麻，把该给的全部都给他给了。即使拿下了，我们公司也得暴露。那咱撤出来？不行，钱太多了，撤不出来。那怎么办？给你算个账。您这要摊牌啊？这个项目你妈已经都签字了。我原来以为呢，她会把小小公司的老板约出来见个面，
也是新房子弄的，没心思管这事。再加上你那个替身找的还不错，没出什么纰漏，他就把字儿给签了。只要这个项目一上马，第一笔资金到位，我们就可以摊牌了。小小公司和我们在雪柔公司的占股大约在57%，控股是完全可以了。这个时候你妈如果不乐意，你就撤出股份，那这边房地产就甭干了。啊，不合并，新项目完全撤出，就得赔偿违约金。那你妈不合作也得合作呀。爸，只要把您的股份都拉进来，咱们就是67%了。不行，不到关键时刻，我不能向着你。也是，我妈知道我另起炉灶，她生气也没办法。前有车后有辙。不过爸，我现在是真怕我哥呀。可是您要扎进来，那我妈得气疯了呀。抓紧干吧。你这边啊，别透风。程红那边更是啊，自然而然就好了。我明白，这是家庭政变的感觉啊。您踢我干嘛呀？这话不好听啊。我这不私下跟您说。徐慧珍，你想死外面啊？我这新房子买了很长时间了，我都住进来1个多月了，不见你人影儿。你成心的你？哎呀，我知道你的房子比我大，比我奢华，眼不见心不烦啊！我只要不回去，我不去你那看，哎，生气的就是你。那你死外边吧！你这是想气死我啊你！一走2月，这是跑到南方躲北京的冬天去了。行了行了，不逗你了啊！明儿下午我就回来了啊。全无啊，他不行，我们在广州买了几件老家具，他不放心，要压着家具回去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好，回头见。都弄好了？弄好了，牛爷都跟车上等着了。你说这个牛爷真是。都这么大岁数了啊，还非得要跟着你亲自押车回去，他得多爱那些老家具。哎，多远的道他也不嫌累。你得小心点，还得照顾他，好好休息啊。我应该照顾你，照顾你。牛爷，您放心吧，我现在照顾不了你了。怎么样啊？怕我路上遇到一个帅小伙儿啊？那可没准儿哦。哎，有句歌词怎么唱的来着？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受你的气息。那我就先走了。送送你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。听人说了啊，这一路上您得好好休息休息。我没问题，身体。你要累了我替你开。你开？您多大岁数了？您开？您就是想开，我也不敢让您开呀。咱这么着，咱就跟着货车后边慢慢干着，安全第一。行，那师傅，咱走吧。哎，对不住你，稍等一下，我去续点水啊。啊，没事，不着急。我先把车门打开，放会儿热气。行。牛爷啊，您接着说。咱接刚才那话茬说啊。刚才这件东西我进去一打眼，不对，这不是五斗橱，这是北方的货。虽然它叫五斗橱，但这工一看就是山西的工。哦，所以我没敢多说，这眼镜我就掂了，我怕
说多了他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怎么不让我们买呢？我不能说明喽，说明了就瞎了。哎呀，慧珍啊，他就是喜欢这种柜子。要是喜欢啊，你这么着，全武，回去啊，贺界头他们村村主任那儿有一个。哦，村主任那儿有一个。对，上回我弄黄梨大柜的时候，我就从那儿看见了。那你怎么没买呀？他开价太高，那价我扛不动。这么着，我干脆一生气不要了。哎，那东西不错。哦啊，你要是喜欢呢，完了回去我带你去，咱俩给弄回来不是完了吗？要不然慧珍她老惦记那玩意儿。牛爷告诉我这个，是不是想让我去捡一漏啊？这漏值得捡，值得捡，值得捡。那成，那等我收了它，回头我请您。这个，嘿，哪是喝一口的事儿？行，那师傅回来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老板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跟着你啊。好。根据我们对市场的调研，今后手机的发展会是民营高科技领域中竞争最激烈，也是最残酷，利润空间也是最大的产业。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机生产线的流程。想的事吹了，真让小小拿走了。他们背后有动作。你赶紧打电话跟董事长汇报一下，他还想在广东多待2天呢。行，我这打去。哎，侯副总裁，会还没结束啊？稍等，我给董事长打一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一切都完了。没看见我们呀？他给董事长打电话，也不问问咱俩，一根筋。高秘书，这什么时候结束啊？会议推迟20分钟。为什么？说是胡大工程师迟到，被徐总训了半天，最后才耽搁了20分钟。就你被训的，我都跟他说过了，叫他开会别迟到，别迟到。大姐那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谁要开会迟到，他恨不得咬死谁。你说没用，他们搞技术的这类人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要不2位总经理先去2号会议室休息一下，我进去问一下，看看下午还能不能开办工会。行，谢谢啊。走吧，去会议室等吧。2位姐姐好，你的那位国强呢？哎，人手不够，他带团去了，还没回来。哎，姨妈哪天回来？今天坐飞机回来的，估计这个时间已经到家了。耶！经理，徐总说今天的会议完不了，改在明天上午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胡风谷倒了大霉了，K 他个屁滚尿流！回家看我妈去。哎，我去。行，那我也去。走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奢华，连走道都那么奢华，比我强多了。行了，你别送了，明儿咱们谈谈那个房地产合作项目吧。合作的事情再放一放吧。怎么了？范军有不同意啊？别往歪了想。小军说，有一个更好的合作对象，我也不想独自专横，让他历练历练。哪家公司啊？小小，合同都签了。哦，这么说，你被你们家小军和范金友牵制了啊？瞎说什么呢？
你家闺女儿个把一摊，那不叫被牵制，轮到我了，叫牵制了，什么鬼逻辑？我们家没有范金友啊。哎呦，他现在是不管事不多事，你别老门缝里看人。行行行，我门缝里看人，你被窝里看人。哎，刚好，你们家范小军现在有合适的合作伙伴了哈。我路上还想呢，咱们姐俩就不能合作房地产项目？这一合作好几年，咱们姐俩不得见天的吵架呀？每次都是你，你总爱挑事儿。你个挑事棍儿！你回去吧，别送了啊！行，不理你了，不理你了。行啊，你小夏，你也拿到姨妈别墅的使用权了？抢来的呗。胡说！姨妈信任我，主动给我的。哎，您来这你开啊！嘿，这火了这。姨妈，哎呀，你这能直接踹我？人呢？有立夏，妈想你宝贝儿啊！天哪！哎呦，好，哎呦，轻点儿。行了。哎呀，姨妈老骨头都被你抱断了。这么想我呀？啊！小夏，姨妈问你，你认识那个村主任家吗？村主任家不认识，熟啊。那个李春燕不就是他最小的女儿吗？得嘞，跟姨妈去一趟他们家。哎妈，你还没进家门呢。锁门啊！我操！不是姨妈，您可真是跟风一样啊！这刚从广东刮回来，连家门都不进，就刮10度去啊！有什么急事儿？不告诉你们，快上车！不告诉我们也行。走。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哈，我呢就是喜欢到老家去。听牛爷说您这有个五斗橱，不卖。啊，您开价，我不还价。我说了不卖。您是自个儿喜欢，那我不能夺人所爱，让我看一眼行吗？不行。村主任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那春燕进城是我姨妈他们家收留的她，也是我姨妈他们家培养她当的会计。你不卖就不卖呗，看一眼都不成？谁都能看，就你们家人不让看。这么说您对我们家有成见哈？行，不打搅了。我见过没良心的，没见过您这么没良心的。李春燕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原来都是跟你这个当爹的学的。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行了，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我还以为您真是村主任呢。那村主任在我心目中是一身的正气，您呢，充其量也就是一钱广水平。哎，说谁呢？我们家谁得罪你了？您说出来，我让他改，跟您赔礼道歉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就是你得罪我了。我啊？我怎么得罪您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说我们家春燕是个村姑啊？你还说她有意识的巴结你，你就扣她工资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待见你，可我没骂你，你还怎么着呀？您要这么说，我今儿还真得跟你刨根问底儿了。您坐，您坐。坐就坐。你们家春燕儿，我根本就没见过，我也不认识她，我怎么可能扣她工资？说她是村姑，还说她有目的。您这话是听谁说的？就是啊，春燕去上班是我大姐一手提的吧？她去学会计，后来到小夏那儿当会计，我都没怎么见过她，别说我姨妈了，人家压根儿就不认识她。再说姨妈根本就不管工资的事儿。村主任，您这话说的也太让人寒心了。那不是，那你要这么说，你还别跟我说了，你得问你爹去啊。行了，姨妈，我明白了，又是我爸胡说八道呢。把他给我找来。
这事儿今儿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可真行，这偏乱，岂止是添乱啊，添堵！哎，李春燕，徐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正好有事要问你。哎，李春燕，你进来，你看看是谁？不认识。不对，我见过您，您是大老板，徐总的妈妈。哎，春燕，不你说他骂你，还扣工资？我没说过，我就说过小夏骂过我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老板骂过我？我连认识都不认识，没说过话。行嘞，您呐就是要把那五斗橱送给我，我都不要了啊！我先走。你先别走，你看这贺倔头还没来呢。你看这些话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他亲口跟您说，我找他算账去。您现在证实了吧？我不认识您闺女。走吧，敬天。你看你这，爹，你看您，哎呀，你快点走呀！我不去。哎你的妈呀！爸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你不去不行，你凭什么把我姨妈生的栽赃呀？我就不去。妈，你看我爸呀，我姨妈还在村主任家等着呢。你不去不行。不，你顺嘴胡勒了什么呀？你跟村主任说那个干嘛呀？你这半年前的事儿了，你半年前也不行呀。您今天必须去啊！您要是不去，那您就是怂包，你敢做不敢当。您要是不去，我姨妈她下不来台。就是啊。我姨妈，姨妈，这事儿是我爸说的，但是他是半年前说的。姨妈，这事儿您甭管啊。那个，我爸他必须得去，他要是不去，我一把火，我把这房子点了。我看他去不去。李春燕已经回来了，她证实我不认识她了。李春燕回来了，好啊，我正到处找她找不着呢，忘恩负义的家伙。贺永强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凭什么说这些话啊？这是喝酒了，没得聊，就聊起他闺女辞职不干的事儿，我就信口开河瞎编的嘛，我。你去跟村主任去说清楚去。去不去？不去。哎呀姐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就是我祖宗啊！姐啊，你别和他真生气，就那个熊样，只要一喝完酒就顺嘴瞎说。再说了，那个村主任也不咋地。你说小夏结婚的事儿，我们专门去邀请他，什么事儿啊？不就一个破柜子吗？要不然这么的，把我家那个五斗橱你拉走吧。你们家哪个五斗橱？我家外屋有个五斗橱啊。劈柴我都不要。姐，我家那个比村主任家的新。老姨，新的才不值钱呢。新的还不如旧的值钱呢。你在那傻笑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回事？妈，这事儿你就不用弄明白了啊。您看啊，这我们姨妈，您的姐姐这都来了，您不打算请人吃个饭呀？哦，对对对，我马上安排。我让厨师去准备去啊！哟，你们家还有厨师啊？这不是农家乐吗？等着吧，姐，全是你爱吃的，我给你烙盒子去。农家乐，这里头还行，这外头看着不咋地。哎呦，我爸的眼光哪有您好呀？不过这都不错了，这在村里啊也是数得着的呢。
李春燕，我是根本没想到你会跟我不辞而别。我在那边挣的比你那边多多了，我又不好意思跟你说，我就走了呗。行，我大姐算是白培养你了。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徐总裁，所以我才不辞而别的。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？这不能说，公司保密啊。你现在还跟我保密了是吧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这一走，把我俩从小一块长大、一块玩、一块逃学的感情一笔勾销了，你知道吧？小小公司，告诉你，行了吧？老哥呀，你是真敢卖我呀！可不是他卖你啊，他是一听你说徐家那么坏，你想想，他能待见他吗？可是老哥哥让我下不来台了呀。他能吃了你啊？能。小夏那个婚礼你是没参加呀？你没看见那排场，50桌，啊！而且办酒席的宾馆就是他徐家自己的。我那3个闺女，你知道在他手下做什么吗？上次我没好意思跟您说，因为以前我都是骂他的话。现在我告诉你啊，老大春芬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知道，那是最老实的姑娘。她是他们徐家集团的财务总监。真的？你看，这老二丽霞啊，别，丽霞不是你闺女，那投错胎了那。哎呦喂，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他是徐家另一个4星级宾馆的总经理。哎呦，那刚才可怠慢人家了。这咱要进了城，还有个高级地方住。你看这事闹的。你这样吧，回头把那个货柜包，一会儿我让人把他给我抬回去，就算你这赔礼道歉。不行，赔礼道歉应该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啊，行，就算是我，你总得给我台阶下吧。哎呀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让我出个价，人家不还价。刚才你不都说了吗？就是白给他，他都不要了。这白给他，我还赔了，我还不干呢。这我不让你赔，真的。哎，那你说，怎么不让我赔？我让他给我投资，顺便给你带出2件来。老婆子。让老大、老二过来，把那柜子给贺倔头抬过去。来，走。你看，老哥哥，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是爽快人。把这柜子抬回去吧。我从不夺人所爱。不是，这是村主任给我面子，你让我抬回去，我这脸往哪儿放啊？这是。村主任我见过了，你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，他不可能把柜子给你。我可不想占你的便宜。吃饭。不是，你都答应村主任什么条件了？你赶紧说出来呀！快点。土鸡蛋。是。我就是说，给我投资改造农家乐的时候，顺便给他盖2间房子。别这么看我，就会。就这条件？对啊。不过分啊！柜子我留着了。不是你，这大喘气去。谁大喘气？爸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姨妈特慷慨。明儿我就叫人给村主任盖2个跟这一样的房子。盖2个就和这一样的房子？那怎么了？
我就是个混蛋，我就会。哎呀，哎，爸，干嘛去？不吃饭了？哎，你看，这爸他不心动。你爸就是一财迷。哎，小夏，你回头帮我把柜子运回去啊。哎，小夏，那个李春燕去哪高就了？他呀，我今儿问他了，他说跟我保密。后来我追问他，他才跟我说的，什么小公司？哎，你们说这公司还有保密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公司。哎，小夏，李春燕一般都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他呀，过年过节，他放假就回来。你问这干嘛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过年过节也应该回家看看了啊。哦，快点吃哈，吃完了跟我去趟村主任家。啊什么呀？那姨妈要返回去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嘛。不是，姨妈，这个时间老村主任应该不在家，他一般吃完饭都出去遛弯去了。我不找村主任，我找李春燕。你不用进去了，让静天和丽霞跟我进去。好。哦，春燕，我姨妈问你的事儿肯定是重要的，你就实话实说。放心吧，我妈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这件事儿的。是陈红和范小军叫我过去的，那公司是他们俩的，工资待遇都比这边好，我跟你见面的事儿，不要让范小军和陈红知道。陈红不上班了，快生孩子了。那这个公司范小军他爸知道吗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我什么都不问。春燕儿，你要是愿意再回到我们公司，就跟他们俩说，我欢迎你。谢谢董事长。小军这么干，肯定是他爸指使的。这范金有一肚子阴谋诡计，怪不得大姐你不爱搭理他。他开公司倒没什么，上次他开公司就是想把侯奎给挤走了，这次他又用这种办法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吞掉我婆婆的公司，没错。叫你婆婆在公司没有话语权。妈，这事有点大，我要不给我妈打个电话，我跟她说一声吧。你要给她打，你跟她说，是经理找她，先去你们家，再到这儿来，要不然你爸又跟在屁股后面了。行，我这就打。哎，别，回你们家打，用座机打，要不然你爸又怀疑了。你在家等着你妈，让我把她接过来。行，我这就去。妈，我怎么感觉您像个特工似的？妈像吗？像。那不是像，那是太像了。感情您在车上就已经开始怀疑他了，但是您怕小夏嘴快，所以把小夏支走了，您才说的。嘿，真厉害。妈，我想知道结局。妈也不知道，这天有不测风云。范清又想让他儿子提前接班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不担心范小军掌控公司，我怕侯奎走极端。他对他妈的感情还是挺深的。这妈清楚，所以妈要帮他。摁得越来越好了啊！就在这儿，对。哎呀，这架不住天天摁呀，是不是啊？行。哎呀，甭管这是谁呀，讨厌的，这摁着舒服。万一有事儿呢啊？哎，侯口啊，还这么晚了，有没有明天再说吧？啊，我来接。你稍等一下啊。喂，儿子，什么事儿啊？妈，经理突然说有个事儿想告诉你，非常重要。
啊，他说关乎到我们俩在美国的生存，想让您马上过来一趟。哦，美国的事儿啊，那今儿晚上就得定。行，妈过来一趟。行，那我在家等您啊。这么晚啊？我送你啊。自个儿去就行了。哎，这经理啊，跟他妈一样，一会儿一出的。啊，跟他妈一样。妈，现在完全可以肯定，小小公司的背后就是小军一手操控的。而且我岳母也断定，范小军就是想吃掉您的公司。爸，车上没有徐经理。那也就是说，不是徐经理发现的，是徐慧珍发现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妈马上就要追问了，你可以摊牌了。好，那我回去准备一下。其实小军背着你在外面搞一公司，而且搞那么大，未见得是件坏事。孩子翅膀硬了，自个儿能做大老板了。我倒是不担心小军，我担心的是范金友，他有没有掺和进来？他有没有背着你挣钱呢？尤其是和那个叶琳娜的合作。要真是这样，他跟你可就离心离德了。范金友有这个心，他也没这个时间。我没看他跟谁有密切来往。那就是说，他在背后指使范小军。我也是这么怀疑。妈，我能问您点绝密的事儿吗？说。小军目前在公司控股多少30%。那我爸呢10%。加上现在合作的项目，如果按投资规模算的话，再加上，只有妈自己能算出来。57%。那小军他爸一倒戈，您就真得让位了。不可能，他范金友离不开我。呵，自信，自信人生100年。什么叫自信呢？我是有绝对的把握。范小军他只是想控股，提前接你的班儿，这不就是范金友他最想要的吗？你对范金友的成见太大，他绝不敢越轨。行，那我只能相信你的判断了。唉，我那是没想到小军这么早就向我发起冲击，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哎，你说我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？像你呗，更像范金友。哎，我说徐慧珍呢？徐慧珍。
你也没回家，经理那边没什么大事吧？你看看，你是不是又纵容你儿子，又搞了个公司？哎呀，没劲啊！我这大儿媳妇是真没劲啊，是非太多。合着让你过去是问我什么事啊？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不叫我爸爸，不和我说话，我都忍了。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忍了。为了家庭大局，我忍辱负重。我他妈今天我还说不忍了！激动什么呢你？他说我纵容范小军搞公司，证据呢？证据在哪儿？你拿出来！要不拿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我不认他，我还不给他留面子了。我不做。你有什么可激动的啊？我能不激动吗？啊！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这是污蔑，我不激动。哎，我傻子，我不激动。哎，那什么？那我就问你，你到底是知不知道小丁搞的公司？什么公司？哪儿来的公司？小公司，就是跟我们合作房地产项目的那个公司。不可能！小八，叫他过来。我给你叫去啊！打电话。好啊，我打电话。小娟，你哪儿呢？你过来，上你妈办公室，快点。进来。妈，你找我。妈，怎么了这是？问你，和我们合作那个房地产项目的小公司背后主使是谁？是我，我是董事长。你，爸，别一惊一乍的。我倒想问问你们，法律上有哪条规定，说不允许我范小军再搞一公司了？法律上没规定啊，但你这是不是背叛你妈了？我不背叛我妈干嘛？我妈私底下跟我哥我嫂子走那么近，我媳妇儿在医院生产躺2天了，你们看过一眼吗？什么？抽生了？男孩女孩啊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进来的时候，你们先不问我媳妇儿，反而质问我公司的事儿。这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呢吗？没到预产期可以提前生产啊！我公司出事，你们不也挺惊讶的吗？小娟儿，你这是要跟你妈叫板的意思啊？妈，我承认，我就是担心你把位子让给我哥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辛辛苦苦、苦心卖力，他后悔呢？他后悔在他媳妇家坐享其成。我要是看着公司不下手，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。儿子，你就那么自信？妈，
我的自信不是针对您，您永远是我妈。我就一个目的，打败侯魁，绝不让他坐享其成。我并没有立遗嘱啊，我这身体还健康着呢。你看我，像要退休的人。妈，您这么说呢，那我只有摊牌了。您说吧，您什么时候退休？看着你这副嘴脸，真的是让妈很失望。我打算呢，80、90岁再考虑这退休的事儿。您这是在托辞。其实您已经把内心的想法都说出来了。您就是想在退休之前把位子让给我哥，然后您自个儿在后边垂帘听政。这事你也管不着。小军儿啊，你这么做就不对。其实你妈心里边，她最喜欢的是你。哎呀，行了，爸。不是您傻不傻呀？我妈她喜欢谁，她能告诉你吗？你这话可大逆不道啊！我这是被逼无奈，只有出此下策。你信不信？你妈我这次照样能把你的公司给吃了。我跟您说实话，您真吃不下我公司。那妈倒是要让你看看，这到底是你厉害，还是你妈我厉害？回去等着去吧。谢谢妈，一会儿见。站住！和你妈什么态度啊？爸，您要这么逼我，我对您也是这态度。嘿，看见了吧？我是幕后主使。我冤枉你了。侯魁，跟经理过来吧，妈要开个董事会。对，会议室见。慢点啊！哎，小心台阶，看着啊！看着，这就放这儿就成了。哎，慢点放啊！你这个放这，好嘞，小心点，放这台子上就行。哎，雪茹他们家打内仗了。啊？雪茹他们家打内仗了，经理和侯魁都被叫回去了。我让经理啊助雪茹一臂之力。那应该。唉，我担心他们家呀就此分裂。早晚得有这一天啊！祸根就在范金友。那雪茹认识不到这一点，她不撞到墙上，还认不清范金友的真实面目。只要咱们尽力了，这朋友的责任就尽到了嘛。我总觉得雪茹选择范金友，我多少推了他一把。这也不能怨你。那范金友跟他生活这么些年了，是不是？又一直当他的助手，要怪就怪雪茹，一碗水端不平啊。说的也是。哎，这个不能往这儿放，这不能往这儿放，来往这边走，往这边来。哎，来过来过来。好，这搁这儿，搁这儿。嗯，对对对。哎，轻落轻落啊！哎，小心点。对，那就搁这儿就行了。小娟儿，在你哥哥嫂子没来之前，妈还是想再给你个机会，放弃你的想法，咱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多好啊！可以啊，妈。只要您写个东西，保证您退休以后，将来不是由我哥来主导这公司。可是现在
是你妈在主导。妈，我没安全感。妈这是在苦口婆心的劝你，别让自己下不来台。不会，这点您放心。台阶在我这儿，我怕您下不来台。进来，妈，坐。小娟儿，你哥哥嫂嫂都来了，有什么话就都当面说吧。好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哥，嫂子，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，本人又成立了一个公司，名字叫小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本人绝对控股。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就目前2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，还有开发的项目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替华丰集团跑关系。我没竞争过你，你本事比我大，小小公司的幕后手很长，还有后盾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，你只要承认一点，你没我有本事，没我关系硬就好。本来我想暗中不露声色的和妈合作开发这个项目，一切进展都很顺利。但是不知道有些人在背后挑动是非，告我的刁状，于是妈才查出来小小公司是我在背后操作。你心够黑的，跟自个儿亲妈耍手腕。你别在这儿挑动是非，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跟妈较劲，而是看不惯你坐享其成，然后悠闲自得的在这儿等待接班。我没这么想。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商场上是不管怎么想的，而是要看实际怎么做的。那么好了，妈现在也知道了，那我只能摊牌。现在放在咱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可走。第一条，就是我们分家，不合作了，然后我撤出我在雪茹集团的全部股份，我自个儿单干。当然了，妈提倡家和万事兴，于是呢，我跟妈商量好了，咱们走第2条路，咱们股份重组。好啊，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啊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答应了。我从来不违背妈的意愿，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妈让我当那总裁，我就当。妈又说，你在背后搞了个公司，挣了点来历不明的钱，证明你本事比我大，都不用妈说话，我主动就让位。行了，别在这装孝子了，装的还真够像。你倒是不装呢，成天想着篡班夺权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不是夺妈的权，我是夺你的权。我没在位上啊，而且我从来不干涉家里的。但是你底下做了不少动作。行了，说这些没用的话干什么？说正事儿。行吧，既然妈发话了，咱们说正事儿。你们都同意走第2条路了是吧？那么只要我的公司合并进来，我就是第1大股东，大概拥有咱们集团57%的股份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是董事长了。小军，妈本事比你大，再说了，妈是咱俩的妈，她身体又很好，你干嘛这么着急夺权呢？当哥哥的跟你说句实话，我真不跟你争。你虚不虚伪啊？我的亲哥哥，我这是在奉行妈的指示。妈说过了，谁有本事超过我，谁就能接我的班。是，这话妈以前说过。那你就是同意我大股东的身份了？那么好，从这次会议开始，以后我就是董事长了。恐怕没这么简单吧？咱哥俩还是听听妈怎么说吧。没问题。妈，您表个态。小娟儿，你同意第2方案？
当然，我是提倡者。老范，你同意吗？你同意，我就同意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现在可以往下进行第二方案了。那完事以后，我就去工商局，把我们的法人代表的名字换一下。小军啊，不要操之过急。我呢，还有份合同需要你看一下。侯魁，拿给他看看。过过目吧。你们这合同不算数，你们昨天刚签的。昨天刚签的，也是在今天会议之前。来，我看看什么合同啊？爸，他们这是阴谋诡计，背着我签了一份投资协议，而且将所有的金额全部转成股份了。玩阴的是吧？行，你们合起伙来弄我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这说出去的话怎么能收回呢？这泼出去的水，你能收回来吗？小军啊，你这让你妈怎么看你呢？我算了一下金额啊，侯魁，你们打算是用投资来当股权啊？那总的比例算下来，你们的妈侯魁还有徐经理，你们3个人的股份加起来应该占总公司的65%。没错，我妈依然绝对控股。这白纸一张，你真的没打钱啊？我马上就能打钱。行了，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。侯魁，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司备忘录，让大家都签上字。小军还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，公司的一切维持现状不变。行，散会。小军儿，别跟你妈耍心眼儿。等等，我还有一笔账，可以这么算。范金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呀，但是我不能让儿子吃亏。侯魁，你账算得不错，但是你没算我在公司的股份属于谁啊？范金友，甭嚷嚷，话儿都说到现在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表个态呀？侯魁，我是范小军的爸爸，不是你的爸爸。我在公司的股份现在愿意全部转让给范小军。那么这么算下来，范小军仍然是最大的股东，占股67%，应该比你高2个点。范金友，你敢背叛我？我没背叛，小军是咱俩共同的孩子，我向着小军说话，就等于向着你雪茹说，但是我不能向着姓侯的说。范金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以后绝不会叫你一声爸，你千万甭叫我爸，我听着膈应。范金友，我不同意。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，咱们不是在正式开会吗？要造反是吧？我不想造反，但我得替小军说话。好，你行，散会。妈，你先别走，我还没说话呢。对，我儿媳妇还没说话呢。来，经理，你说。我得先问，我算不算你们家人？你心里不承认，又没办法。那好，范小军，你说，我算不算？
你和侯奎的股份已经加在一起了。行，你挺聪明，猜出我要说什么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财产没算完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财产。你就是把房子都卖了，你们也翻不过身。就按你说的办。我去银行押我们的财产，押出钱来交给公司，你看看有多少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妈还是最大的股东，董事长还是妈。小娟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娘家的财产不能算啊！我不用我娘家的财产，我就用我和侯奎，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那我得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我现在不告诉你，等我把钱打进来，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别说那没用的，你今儿说，你这财产是你和侯奎的啊，明天侯奎再说美国他那姓侯的爹的财产，这全世界全是你们家的。半斤油，这狐狸尾巴是终于露出来了。没办法呀，你逼的。怪我眼拙，就没看清你。现在看清了吧？来得及。你们不同意经理的方案，我也不同意小军的方案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，一切都不算数，走人了。那只能按第一条路走了。爸，这条路你不走，我也是要走的。你给我从这家里边滚蛋！没那么容易。财产算完了以后，你想留我，我都不会留下。爸，爸，小娟儿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，对吧？逼你爸、你妈离婚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。反正你也不信任我，这一切都是你逼的。妈，您喝口水。哎呀，事情已经这样，想那么多也没用。你陈雪茹是谁呀？打不倒的吴清华。坚强才是你的本色呢，啊！你看看我的孩子啊，你再看看你的孩子，哎，侯奎不是你儿子呀？侯奎多好呀，啊！你别提他还好，你提他，我这心里行了，好了啊！对不起他我。哎，钱财呀，都是身外之物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甭把它看那么重了啊！你知道我现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吗？就是把孩子们呀一个个培养成才。其实我早都退居二线了，都是孩子们在干。哎，多好呀！让他们有自个儿的理想、奋斗目标。要我说呀，你也该脱手了，让孩子们自个儿去奋斗，给他们生活的动力。这样他就不会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了，你说呢？说这侯奎呀，还真是孝顺。哎，他跟我谈了啊，说要回来帮你，我同意了。行啦，你现在不是孤军奋战了啊，振作点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谢谢你啊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我。咱们姐俩还说这些？哎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范金友能有今天，
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不可能跟俄罗斯那边玩空手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一开始的资本就是动用的公司的款项？估计数目不会小。对呀，真没想到。得了啊，有本事接茬跟我竞争。我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闹？你这我还忘了告诉你了，你要是去看了我那个四合院，准保后悔。后悔这儿呢。我走了啊。行。杨会计，把去年的账本给我调出来，我马上过去。侯奎啊，就像咱们之前说的，把咱们那边的工作先都辞了，全心全意来帮你妈。好嘞，谢谢妈。能跟你弟弟处好关系就尽量处好关系，一家人不要互相拆台。妈，我弟弟什么样你也看见了。我真的很难跟他相处，那也不要大动干戈，让外人看笑话，先冷处理，啊。哎，我先走了啊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行，您慢点。多陪陪你妈啊。好嘞。妈，我以前呀低估范家人了。我觉得那范小军没什么实力，不过是瞎猫碰死耗子，发了财。他爸范金友呢，也就是仗着我陈毅生存。可这回，他们背后有这么大的实力，如果他们和陈毅一条心，这雪茹集团虽说不能跟咱们的实力相抗衡，而妈。不可小觑。范小军他就是一个傀儡，他没什么本事，他全靠他爸。这范金友跟着陈雪茹这么多年，也学到不少东西，尤其是打通了俄罗斯这条通道。我敢断定，俄罗斯贸易是范金友发财的根源。可是很难证实啊，这一旦证实了，侯奎很容易打败他的。很好证实，就你培养的那会计李春燕，她现在就在小小公司当会计。真的假的？妈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的去向？你妈又不是神仙。跟你说巧不巧吧？牛爷呀，看上他们家的一个五斗橱，嫌贵没买。他知道我喜欢五斗橱啊，他就跟你爸说了。你爸赶紧打电话告诉我，下了飞机就去他们家了。春燕刚好在家，这小小公司的秘密就揭露了。你说巧不巧？你婆婆现在内忧外患，咱们得帮帮她。是。妈，这是财产分割一览表，您过目。哥，你也看看。我们的分割非常公平啊，没有按照律师说的那么做。考虑到陈雪茹啊，为公司也算是呕心沥血，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让步。这还算公平？睁眼说瞎话！
这是我们的意见。跟我叫板。当然了，不然我们就法庭上见。法庭可不管家庭内部的事儿，除非先办离婚手续。那就先办离婚吧。我不办。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想娶个小的，除非你把婚姻法改了，你能纳个妾。那我只能起诉你了呗。随便。范金友，你记住我的话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，人我拖死你，项目我拖死你。哼，谁拖谁还不一定呢。骑驴看唱本儿，哼。哎，你妈突然转变了，不离婚了，是你出的主意吧？我有你这样的后爸，我感到耻辱。你混蛋！别动，动你也不是个儿。他没这脑子，100%徐经理的主意。爸，项目他们拖得起，咱们拖不起啊。项目贷款全是用咱们公司名义的贷的，抵押是上一个项目的全部抵上。您没看妈的条件。岂有此理啊！这宾馆怎么就是他的了？注明上写得很清楚，投资宾馆完全是用雪茹丝绸公司、旅游公司和陈家的家底儿干的，这在法律上是无可争议的。没错。咱们算错了一步。后悔！喂，进我门得敲门，知道吗？后悔，你这逼着咱爸妈越走越远，你缺不缺德？哎，你这话算说点上了啊！就咱俩而言，你是爸妈的亲儿子，我不是。我妈是亲妈，至于那个人，我打小就不认他。要不是为了妈高兴，我这辈子不会改口。那也没你这么缺德的吧？连倒打一耙！你们要不背后捣鬼，一套养一套，能有今天吗？我警告你，范小军，我是看在咱俩一个妈的份上，要不是我打你满地找牙。干！行，后悔，你等着，我丫要不治死你，我不就是范小军儿？马经理，保安班长怎么还不上来啊？报告。哦，他来了。总裁，老板命令你，在今天24点之前，必须监督把副董事长的办公室腾出来，让他离开雪茹宾馆。总裁，副董事长可是老板的老公。你要干不了，我可以换人。是，马上就办。你们知道该怎么办是吧？要干什么呀？造反啊！对不起，傅老板，大老板下了命令，把您立即请出宾馆。把我座位放下！再动我打电话报警了啊！大老板说了，他先报警。走动作快点，全部搬出宾馆。哎！陈雪茹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清除异己。宾馆是我投资的，想去法院告，奉陪。你不给自个儿留点后路啊？我都不打算要你了，我留后路做什么？给我站起来！没资格坐。我不站能怎么样？这是想给自己找不回来吧？说。雪茹啊，咱俩都冷静一下。
啊，我所做的这一切，我并不是为了伤害你，我只是想给咱俩的孩子提前找到他应有的位置。我是怕你把整个公司都给了侯魁。你这是脑子智商有问题，还是这个记忆力不太好啊？这前2天刚说完的话就忘了。要不提醒啊，这狐狸尾巴是终于露出来了。没办法呀，你逼的。怪我眼拙，就没看清你。现在看清了吧？来得及。我那都是为了咱们儿子。好，为了儿子。那你背着我跟叶莲娜做贸易，也是为了儿子。你从海利公司追回来的贷款，头1年的春节钱人家就已经支付了。你呢，足足在体外循环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还回公司。这笔钱干什么去了？那是给小军儿做资金周转了呀。哎，你也就是把小军儿给扯上了，要不然我送你进监狱。还有3笔账，我会一笔一笔的给你彻查到底。只要跟小军没关系，我就送你进监狱吃窝头。我儿媳妇提醒我了，这魔高一尺，道高1丈。为了小军，我可以原谅，但是你背叛我，我是绝不会原谅。赶紧起身给我走人，啊！别这儿坐着，给我惹急了，我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。哎呀，行，算你狠啊！那我就跟你耗到底。哼，欢迎。哎，这天气暖和了，有时间呀，抓紧把我妹妹的事儿给办了啊！那得你出面啊！我不出面，懒得见他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啊！你必须去，我都答应村主任了，要不然就失信。不去。嘿，学会抗旨了。你和谐了，经理就和谐了。你说你老跟贺永强较着劲对着干，经理这辈子也认不了亲爹。不认更好，他就认你这一个爸。他就是认了亲爹，我一样是他爸。去。三，我求你了。求我也不去。我不理你。妈，哟，脸儿。手机生产线明天正式投产，您跟我爸得过去一趟。不去。明天相关领导都来，您不去不合适啊。不去。必须去。不去就不去，不去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能当儿戏呀。要去你去。你们今儿这怎么了？怎么了也不去。我去。你去我也不去。我说我上那边去。那我就去。那边是哪边啊？那边是老农民，这边是你。我都正式通知你们了。哎，你走什么呀你？那边是你婆婆。哎，那边啊，没进展，持续冷战。这范小军希望侯魁转让项目，侯魁不干，非让范小军转让项目，俩人现在杠上了，要耗死对方啊。不过，小军他爸从俄罗斯回来了，好像情况有变。范小军突然也不追这事儿了。
得，您忙着，我忙我的去了。啊，那你先去忙哈。瞧见没？一提老农民，扭头就走。身先士卒，率先垂范。母亲就是女儿的一面镜子，她跟镜子里看见了母亲，就等于瞧见了自个儿。我发现你最近的话忒多。我不说你不往前走啊！我还有好些话呢，一直想说。免礼，说。其实有一件事啊，我已经想明白了。贺永强是当初抛弃你不对，但别说了，我接着听你说完。贺永强这大坏蛋对我妹妹至少是挚爱了一生。哎，就像我对你。你怎么老不正经呢你？喷着了。你把古董磕坏了吧？拿这个擦。这不成，这不成啊！一不能用湿的，得用干的；二不能用这种报纸，包浆就没了。还是你在行。哎，爸，您跟我说实话，那笔款咱还能要回来吗？恐怕够呛了。问题不是出在俄罗斯，是出在咱们的边境口岸。整车专列的手续都是假的，毛总花钱自己买的。现在俄罗斯那边查不出来，照常给咱们发货，但是边检查出来了，所有的货物不让进关。那就地卖了。儿子，谁买呀？手续不全，谁都进不了关。那合着全砸手里了？死定了！我一直在找那个毛总，人也找不到，电话也不接。爸，那这边项目怎么办？贷款利息每月照付，如果再这么拖下去，公司倒闭是小事儿，贷款要是还不上，抵押物一拍卖可就不值钱了。哎呀，现在看来啊，只有一条路了，铤而走险，和3联签合同，启动项目。爸，绝对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市政配套费3通1平，那是咱们和我妈一起按比例出的钱。把3联的钱拿过来，就算开启了，咱们这钱怎么办？他们逼着咱们要钱，钱都在我妈那儿呢。施工款怎么办？就算乙方垫款施工，可是基础做完了呢。再用股权融资，那合着这么大项目，咱1分钱都拿不到。那总比倒闭强吧？爸，要不咱服个软，给我妈认错吧。你去试试。去什么呀？去了更惨，那不等于把消息透露给咱妈了吗？他们得往死里整咱们。我听经理说，最近那边风头有点变。他死定了。叶莲呢，主动的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范金友不讲信用，货出了全部不让进关，说是手续是假的，必须毁约。叶莲娜说了，俄罗斯那方面呢不会是有问题的，有问题也是范金友那边。这回他完蛋了。说句话呀，你的机会来了，我整死他！你看啊，我的步骤，这第一步，我要他还我所有的投资，再加上利息。哎，这样呢，他就得和3联签合约，我的钱是还给我了。
就喜欢大权独揽，你们家小军呢也想学着你大权独揽，这范金友更是潜移默化喽。你不是让他佩服你，是让他怕你。这个世界上谁怕谁呀？这。 梅妾不是在侯魁那儿，在经理手里，这妯娌之间好对话呀。哎，只要这个小军一认错，范金友立马就闪。至于说这范金友怎么跟你主动认错，那还用我教你呀？你来不来？你来不来？那一辈子的事儿你还记着呢？你得让他。家有事儿，我这一想，我这当婆婆的怎么着也得亲手做顿饭给我儿媳妇吃，不是？我谢谢您了，我也不会做饭呀，帮不上您。不用帮忙，陪我说话就成。哎，经理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说这侯魁跟他弟弟，天生就该是死对头吗？其实，我跟我妹妹们的关系已经回答你这问题了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所以我羡慕呢。嗨，那你改变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怎么改变？我不好开口。婆婆免你无罪，照直说。您说，我跟侯魁缺钱吗？你俩大财主，你在公司里边还有股份，业绩还那么好。哎呀，这将来呢，侯魁接我的班，你接你妈的班，这以后我跟你妈办不了的事儿，李亮全能给办成了。其实啊，您就多做一点，把他们的股份呢立字为据，弄清楚，就跟做那个信用证一样，不可更改，不可撤销，到期即付，哥俩谁都踏实了。对。侯魁争的又不是钱，他争的是能力，还有应有的位置。他可不想永远靠我，他还想证明他自己呢。他打压他弟弟，完全是因为不选范小军他爸，因为他爸偏心眼儿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侯魁说过好多类似的话。经理啊，妈想让你调节一下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，你对妈能有看法吗？那怎么会啊？我呢是想
让你呀，先从妯娌那儿下手。我听您的。那妈妈谢谢你了。哎呦，瞧您说的。咦，汤好了。好，小红，把孩子给我吧。他在喂奶呢，老爷。好，我知道，你们先吃吧。走，咱们也去吃饭啦，宝宝。咦。不行，咱们就最后一搏。怎么搏啊？你拿什么搏呀？商场上面，经济是武器，你没武器，你跟人怎么搏啊？还搏？你妈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生意上从来就不认输，啊，你越逼她，她越跟你较劲儿。现在这杀手锏就是这孩子了，她不能不要孙子呀。侯奎倒是有儿子，但人在美国啊，现在还姓蔡，你妈没办法呀。而且侯奎他爸，当初给你妈留下房产的时候，我估计人早就签协议了，只是你妈没说。我觉得爸说的对，只要咱们能坚持一段时间，妈自然会找咱们。嗯，以静制动。哎，李秋红，电话。电话。烦不烦呀？谁呀？赶紧关了。经理呀。接，赶紧接。喂，哪位？啊，嫂子呀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我这不是刚坐完月子吗？那个参加会是迫不得已。啊？哦，见个面呀。说几句话。怎么办？去，一定去。去。哎，行，没问题。在哪儿？成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他怎么说？说要找我谈谈，就在咱们家宾馆楼下的咖啡厅。哼，你妈派来的，肯定是为大孙子的事儿来的。我怎么跟他谈呀？以礼相待，不卑不亢，千万甭拿孩子说事儿，但是得让他感觉出来，危机感是一切动因嘛。毫不留情，我要把全部的财产变卖，跟你们去美国安度晚年。您够狠的啊！对小军他爸，只要留一个能攀登的绝壁，他都能爬上来。哎，你还别笑，你妈办事儿比我心狠。您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其实您心眼儿挺好的，还给他们留一条路。这要换了是我，一条路都不给留。要么我妈说您心善呢。哎呦，自己的孩子啊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哎，你妈说我心善，是啊，可不是嘛。我这就是心太善了，当初我就应该把你爸蔡全武给抢过来，多好啊！行者全无，知者减半。一句话不多说，事儿全是你爸办的，这话却让你妈也说了。哎呀，得，我呀先去谈，谈完我还回来。喝点水啊，别上火。好。我想知道，是嫂子想回美国，还是我哥想回美国？都不是，是婆婆想让我们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她想去美国定居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想放弃美国绿卡，把儿子接回北京上学。那我哥呢？你哥也同意放弃绿卡回北京。
嫂子，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。你问吧，我没什么要隐瞒的。当时你和我哥说有足够的财产可以买回大股东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拿出一个小本本，就足以让你相信一切。小本本？集邮册，用里面的邮票就够了。比如说一张“祖国山河一片红”，错邮啊，是大的还是小的？大的小的我都有。有机会我让你开开眼。我14岁那年，我爸把他的集邮册送给我，当时我也看傻了。里边民国时期的邮票，还有一张清朝的大龙邮票。我爸不让我给别人看，为了你，我可以破个例。我信了。我知道那个错邮的价值，更何况你还有一本集邮册。我有2本。2本？还不止这些，我还有一些宝贝是我妈送我的，当然了，那就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了。相比之下，咱婆婆可真是把什么东西都攥在自己手里，一点也不给她儿子呀。其实你错了，人心换人心。婆婆呢，固然手把的比较紧，但是无欲则刚。我跟侯魁从来也不需要婆婆施舍什么，所以关系很好处。那侯魁也没有想过要跟小军争财产，他什么都不缺，只缺一样东西，就是弟弟对哥哥的尊重。可小军啊，从小在他爸的教育下，也从来不把侯魁当哥哥。这血液里带给小军的东西，骨头缝里都能流露出来。哥哥不是哥哥，是竞争对手。相比较而言呢，婆婆给予小军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补偿更多一些。婆婆也从来不计较，可她计较能力。她为婆婆所做的一切，也仅仅是为了显示她的能力而已。程红，你想想，其实我没必要劝你跟婆婆和好，你们俩闹得越僵，我们越合适，不是？但我不这么做呢，也是为了婆婆。婆婆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强人，你越跟她反着干，她只会走到另外的极端。你小点声，心思看这。这么快？他说什么了？妈要变卖所有的财产，和你哥他们去美国养老。另外，我还证实了一件事情。徐经理他说他和侯魁有聚过财产这件事情，是真的。他给你看存折了？不是，他一共有2本集邮册，随便一张就价值不菲。我以前集过邮，我知道那些邮票的价值。不过我一看他有的，我就对邮票再也没有兴趣了。不会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什么的吧？正是，还有清朝的和民国的，整整2本邮票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不是你们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点听不懂啊？一张邮票怎么值那么多钱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懒得跟你解释，你看爸的表情就知道了。去年1张的市值就是天文数字。爸，你给我接吧。爸。爸。
雪茹，我真没有想离开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侯魁来接你的班。有些话呀，我一直都想说，但也一直没说。你说从咱俩认识、结婚到现在30多年了吧？我知道你跟徐慧珍是死对头，但平心而论，结婚之后我是不是没说过她一句好话？凡是你们两个竞争的时候，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帮你。我反感他，我恨他，我做的哪件事儿，你都支持我。可是后来，侯魁和徐经理结了婚之后，我就发现你变了，而且是背着我变了。你经常背着我去找他去，然后你们还经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也不带我。当时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因为徐经理能干，已经选好了接班人？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才偷偷的挪用欠款，然后我给小军开了家新公司。这些事都是我做的，跟小军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我不后悔，真不后悔。因为你不信任我呀，你开始信任徐慧珍那种人了。你就是现在把我扔进监狱，我还是不后悔。那种人，徐慧珍没你想那么坏。但是我恨他。不管你恨他还是不恨他，我问你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结束？